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本节目由水景坊第一房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是一个年轻的节目，究竟有多年轻呢？上下5000年的文明延续着华夏民族的精神血脉，告诉我们从何而来。5000年的文明创造每一件文物都是文化，时代的印记告诉我们将走向何处。承古人之创造，开时代之生灭。9大博物馆在此集结，他们是即将迎接紫禁城第600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的上海博物馆，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见证华夏文明多源头格局的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华夏之中上古文明开源之地河南博物院，以周秦汉唐4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及荆楚文化大成的湖北省博物馆，传颂万年乐地长歌的浙江省博物馆，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9大馆长首次联席坐镇，他们将打开守护多年的宝库大门，每个人甄选3件国宝重器，诚邀3位国宝守护人。但每个博物馆只有1件国宝可以入驻故宫的国家宝藏特展。从今天起，大家可以通过 CCTV 国家宝藏的官方微博、微信进行互动投票，哪件国宝能获得如此殊荣？您的一票至关重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方琴馆长走进国家宝藏本期节目的主角——湖北省博物馆。大湖之北，结燕江城，楚文化独领风骚数百年。欢迎来到荆楚文化宝库湖北省博物馆，我是这里看门人方琴。我们楚人的先祖是火神祝融，以火创造的文明点亮了荆楚大地的历史。24万余件历史遗存，就珍藏在我们日夜守护的这个神秘文化宝库中。火与铜的共舞，创造出诸多精美的礼器、兵器。我们相信先祖祝融最终遇火而生，化为神鸟凤凰，飞登9天。飞刃无息的时间长河，终将这每一刹那冲刷成永恒，铭刻在这里。文物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国家宝藏为每一件宝物寻找到一位诚心的守护人，演绎其动人的前世传奇，讲述一段赤诚的今生故事。湖北省博物馆24万余件馆藏，方琴馆长推选的第1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我要守护的国宝就是被誉为天下第1件的越王勾践剑，它就在这个展厅里面。这么短啊？我估计大多数人见到它的第一眼都会觉得，啊，就这把剑啊。这剑柄上镶嵌的是绿松石，这些环形
这么密，这么精细，这可是2500多年前的锻造工艺，难以想象，太不可思议了。那是矛吧？是矛，矛应该跟盾放在一起啊，怎么跟剑摆在一起呢？吴王夫差，哦，吴王夫差的矛啊！我估计大多数人只知道越王勾践剑，不知道吴王夫差。就是这把小剑，在无数的利剑中脱颖而出，并成为天下第一剑。我想不是因为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超的工艺，而是它陪伴勾践历尽沧桑，卧薪尝胆，见证了那段沧海沉浮的乱世春秋。一把绝世宝剑，凝聚天地灵气，彰显王者气魄。大家好，我是段奕宏，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段奕宏。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段奕宏，我要守护的国宝是越王勾践剑。它通高55.6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而重量只有875克，不足2瓶矿泉水的重量。不仅如此，它的含锡量约为16%到17%，剑身千年不朽，剑柄处有11道同心圆，距离仅为0.2毫米，和现代机床的技术相比也毫不逊色。目前出土的越王剑有很多把，但能证明的是勾践的只此一把。这把越王勾践剑劈开了春秋与战国。我是段奕宏，我将带您进入越王勾践剑的前世传奇。越王勾践剑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春秋末年。公元前494年吴越交战，越国败，勾践屈身事吴，沦为天下笑柄。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然而，复仇强国之路又何其是漫长艰辛？是再次屈尊与楚结盟，还是休养生息以自强？大夫范蠡与符同各持己见。王者之剑，是终得出鞘斩赫赫天威，还是锋芒尽收匿藏于乱世？若剑有灵，他必定很想知道自己的命运。这一次，让我们跟随勾践剑一起去看看他的前世传奇。接下来讲故事的不是别人，正是勾践的王者之剑。
剑有君王剑、诸侯剑、庶人剑。庶人剑是用来杀戮的，而君王剑是以天下为剑。我本就是一把君王剑，不出则已；若出，则必须匡正诸侯，天下归服。然而这纵横捭阖的春秋乱世，早已是不见君王，只见城外。我的王勾践，现在就是世人眼中的失败者，而我现在也只是一把属于失败者的剑。楚国人赞美我，他们说越国的宝剑天下第一，而我堪比战卢。我很清楚，他们要的是我的王勾践的尊严。大王不可！难道你忘记了在吴国所受的耻辱吗？忍受那奇耻大辱，就是为了复国灭吴，怎料如此不顺？不顺也不可。此剑乃是凝聚天地之灵气造就的王者之剑，是您王权的象征。现剑无异于践踏王者尊严呐！万大夫之言不敢苟同。眼下吴国进军中原之势越发强劲，我越国与楚国唇亡齿寒。若吴国再度破楚，下一个目标定是我越国。楚王惜此剑，若此时不献剑盟楚，恐怕再无雪耻之机。不同大夫，你怎敢保证楚国可靠？当今局势，联盟皆图一时之利他日。若是楚国背信弃义，我越国又当如何自处？与其借以外力，不如自强不息，献剑，无异于卖国。请问范蠡先生，我们可有充足的时间自强不息？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已经灭国。且问是谁在卖国？谁又负得起责任？一把宝剑，待大王称霸中原，又何愁再造？不献，我与越国子民同在；献，我远走楚国；不献，是生是死，皆为王者尊严；献，是荣是耻，皆保百姓安宁。勾践，我的王，无论你作何抉择，我就在这里。献，此剑必须要献。若不及时盟楚，止住那吴国征伐的节奏，我越国的百姓又要惨遭涂炭了。大王，寡人早已笃定，大夫莫要再劝。至于这剑，如何献得既让楚王心安，又不引起吴王的猜疑，寡人还需好好定夺。大王，大王，你们都退下吧。父王，女儿有一两全之计。快快说来。
与楚联姻。联姻？父王把剑赐予女儿，女儿再带剑嫁到楚国。这样一来，既是献了剑，也保全了父王的尊严。绝呀！可那强楚之地，你这一去，此生便难再见。你一女子，不该担此重任呐。父亲切莫担忧，女儿出生于王侯之家，就该肩负此任。若舍我一人幸福，能保全父王尊严，百姓安宁，女儿也无憾了。一女子肯为越国做如此牺牲，寡人不甚钦佩。这把剑是为越国和你越女所有。女儿明白了。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我的王，我看见了你的心，愿千年轮转，月地长歌不散。我翘首以盼，重逢。这个剑出土之后，有两个说法，一个是陪嫁，一个是战利品。我们这个前世故事当中，我们用的是陪嫁，这个是应该是在情理之中。这个越王勾践剑呢，是1965年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那么出土之后啊，从剑鞘里面拔出来的时候，发现上面有文字。越王制作用剑这6个字大家都知道，但是另外2个字啊是谁，至关重要。但是当时不是很清楚。包括郭沫若先生在内，一批当时国内顶级学者，经过3个多月的书信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定是越王勾践。那么这个越王勾践的出土，当时是影响很大。它是一个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这么一个强国梦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一个载体。后来呢，就是在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当中，剑这么一个符号，它其实也是一种精神的武器。这个越王勾践剑呢，很符合中国人的这种传统的审美观念。另外，它还有一种曲中带直啊、柔中带刚，能屈能伸、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种思想内涵。越王勾践剑啊，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话，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故事的连接。从吴王夫差、越王勾践，一直到我们楚国，它是可以通过这样一把剑来讲述在春秋时期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风风火火的那种历史的场景。国立老师您好。哎呀，小段儿，方勤馆长推荐越王勾践剑的时候，节目组第一个想到的守护人就应该是你段奕宏。谢谢。我能守护越王勾践剑，真的是我莫大的荣耀。但我怎么听说我们节目组去找你的时候，你还犹豫了呢？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儿，你犹豫什么呢？哦，我是没想明白，我是想一个演员啊，在这种节目当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现在想明白了，所以就来了。
你这个性跟勾践也挺像的，我觉得他也挺轴的，要不然他怎么会卧薪尝胆呢？我们这个原来是让你演绎越王勾践的，你为什么没有去演绎越王勾践这个角色，反而你像是在为剑发声？是，越王勾践的故事有很多版本，我们也听了很多，但是我在想啊，这把天下第一剑一定是有生命力的，他心中的勾践肯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选择越王勾践剑，以剑本身去发声，这可能是最真实也是最不真实的前世传奇了。那你说，是这把剑成就了勾践呢，还是勾践成就了这把天下第一剑呢？一定是勾践成就了这把剑，才能称之为天下第一剑。如果没有勾践的传奇故事，我们只认为这把剑工艺做得太精美。是，的确是如此。如果说2500多年前是越王勾践赋予了这把王者之剑传奇的命运，那2500年后，这把剑的命运又将被谁来书写呢？哎，小段，你找到了这个人吗？我呀，今天请来了一位人，他能给大家一些答案。好啊，那我们就接下来请段奕宏为我们开启国宝越王勾践剑的今生故事。1977年对越王勾践剑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在那一年，他由专人护送到上海，接受了质子 X 荧光无损检测，成为全中国第一个接受这种检测的国家级的文物。检测成果轰动了整个学术界乃至全国、全世界，掀起了越王勾践剑的研究热潮。但当时的科学技术条件啊，许多意象还悬而未决。40年后的今天，就在国家宝藏越王勾践剑的2次科学研究将正式启动。主持这项研究的是一位年轻的博士。我叫江旭东，我所做的工作就是用科技的手段去解读文物的密码。越王勾践剑是很多考古人可望不可及的偶像，因为对于这个级别的文物来说，很难去再研究它，所以它的位置也没有办法去撼动。作为新一代的考古人，能够为越王勾践剑做第2次的科学研究工作，可能是我从来都不敢想的事情。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啊，它们背后往往都隐藏了很多的这样秘密。我们想要去唤醒它，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呢，来听懂它要对我们说的话。越王勾践剑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在等我们，我们呢不能再让它等得更久。有请越王勾践剑今生故事讲述人，湖北省博物馆文保中心副主任江旭东。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湖北省博物馆文保中心的江旭东。多大岁数了你？我80后，刚满34岁。80后啊，这就是叫江山代有人才出。过奖过奖。你是用什么样的高科技的手段研究我们2500岁的越王勾践剑？我们湖北省博物馆啊，利用这个最先进的科学检测设备，对越王勾践剑展开了一次系统的无损检测。这个也是啊，这40多年来第一次对它进行一个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哦，借着国家宝藏这个平台呢，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希望借此机会呢，能够再次开启对越王勾践剑的一个研究热潮。吴林老师，哎，这可是全球首发，那太不得了了！现场的观众，咱们都摊上大事了啊！这国家宝藏除了能让国宝活起来，还能给国宝第2次生命。各位，越王勾践剑的2次科学研究正式启动。
我这里呢，给大家公布的第一个研究成果啊，就是带大家走进这个越王勾践剑的微观世界，去看一看。给大家展示一下，它放到500倍下显微镜下，我们看到的一张全景图。这张图看起来没什么区别吧？没有。但是这个呢，是上千张的这种显微照片，我花了2个多星期时间拼接出来的一张健身的完整的一个图，而且还差点把我那台几10万的显微镜给报废了。显微镜也怕累？怕累，跟人一样，我也差点报废了。所以说的话，这张照片是非常难得的。这张照片如果放大了，我们能看到什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面看。这3张图分别就是它剑刃的部分呢，放大到50倍、200倍，还有500倍的图片。我们仔细看了500倍的图片呢，上面黄色的部分呢，其实就是它的剑刃，可以看到了像树枝一样密密麻麻排列的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呢，就是树枝筋。我们现在看到这上面好像有一些条纹，按照刚才姜博士的话来推论的话，其实这就是勾践剑的细胞啊。我们把这种细胞啊，在金属里面我们叫它金相组织，这种呢就是一种叫树枝筋的金相组织，其实就可以对它的一个铸造工艺以及它里面的合金成分等等之类的都进行一个推测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就拿到了解开越王勾践剑制作工艺之谜的一把钥匙。那看着倒不像钥匙哈，像是封印在勾践剑里的精灵。终于被我们这样的年轻的博士给唤醒了。第2个成果呢，我就想给大家解释的是越王勾践剑为什么千年不腐。我知道一个说法，说这个越王勾践剑千年不腐的原因是经过了硫化处理。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说硫化处理啊导致了它千年不腐。但是呢，对这个观点呢也持一种疑问，觉得现在的话没有确凿的证据，还是有待考证的。我们在这一次的研究当中呢，有一些新的发现。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片的话，是我们越王勾践剑啊，跟它同一个墓葬出土的其他的2把剑，剑身表面都含有硫，特别是下面那把剑很黑的地方含硫量很高。我们发现呢，有硫的地方其实腐蚀是更严重的。也就是说，硫化处理根本不是它千年不腐的原因。硫化的处理不是防腐，是助腐，对不对？对。所以硫化处理这一说是得推翻。我个人总结，千年不腐有3点原因。我们发现同一个墓葬啊，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把小剑，黑黑的那把剑，它的含铅量就很高，所以说它被腐蚀得很严重。这把越王勾践剑呢，它不含铅，所以说它选材好，它没有被腐蚀。第2个原因，墓葬的环境也好。我们看到刚才上面的第1把剑，它也是金光灿灿的，同一个墓葬的，那就说明了这个墓葬本身来说对青铜器的保护就是很有利的。第3个原因就是越王勾践剑本身，它在出土的时候啊还带着剑鞘，那等于说对它有一个双重保护啊。应该来说就是这3点原因促成了它千年不腐。第3课就是它的菱形纹是怎么铸造的。我们首先呢，还是看它的菱形纹在显微镜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是我们在50倍的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菱形纹，中间那个黑色凹槽的地方啊，边上面有白色条纹的这个部分呢，它是整体塌陷进去的。哎呀！我们推测肯定是它在铸剑的时候，凹槽在这里面呢，再填上锡。这样做出的剑，就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剑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剑，因为锡是这种银白色的呀，银白色，青铜它是金黄色的呀，那做出来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一看，它2500年前的真容。2500年还有就是这个样子。哇塞！哇！就是按照我们的推想，它2500年前的复原图啊，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黄黑，黄黑是经过2500年的腐蚀形成的一个颜色，应该是黄白。对，哇！姜博士今天是每一个公布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如果不通过科技的手段，估计后人对于国宝本身的样子，可能永远都蒙着一层纱。
吴礼老师，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姜博士他气质特别像理工科气？太像了。其实啊，人家姜博士的内心特别丰富，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他专门为这个勾践剑写了一段诗，是吧？对。好，我们听一个姜博士他自己写的诗。岁月没有侵蚀你的容颜，却为你揭开了薄薄的面纱。千年的腐蚀只等于一滴腐蚀液，那刹那间的光彩。当下正是上天赐予读懂你的最佳时期。写出这么感性的诗，把这把剑的力量比得非比寻常啊！太不一样了。让我也闻到了实验室的味道。我写这首诗的时候啊，当时也是有感而发。那天呢，还正好是我34岁的生日，也是我第一次研究越王勾践剑呐，观察它的显微结构啊，我就惊奇地发现它表面布满了这种树脂晶。我当时觉得就非常惊讶，因为我们要看这种树脂晶呐，非常麻烦。一般的文物你是看不到的，你必须要进行取样进行分析才可以看到，而且还要经过非常多的这种前处理工序，最后还要用腐蚀液对它腐蚀。但是我们看越王勾践剑呢，不需要做任何的处理，我们直接就可以看到了，也就好像上天给我们安排了这一切一样，等待我们的就是去观察它，去研究它。所以说现在也刚好是越王勾践剑研究它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而我呢，也正处在应该说是最好的一个年华，所以说我用现在的最好的年华去解读这个最佳时期的国宝，那我觉得太荣幸了，所以说我特别的感动。你太幸福了，我也很幸福，我们都是在最好的时间遇上了越王勾践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40年前，兢兢业业的专家学者为我们检测了越王勾践剑，结果震撼了整个学术界。40年后，姜博士通过科技的手段带领我们进入勾践剑的微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剑身金属组织树脂晶星罗棋布，宛若星盘，菱形纹褪去的黑色表面显露银色的光芒。我们探索着勾践剑无与伦比的浩瀚风景，也探索着先人无与伦比的智慧。这是时代进步、科技进步赋予我们的机遇，让我们能从另一个维度解读国宝、窥见历史。下面我们将为段奕宏、姜旭东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2位宣读守护誓言。我是段奕宏，我是姜旭东，我们志愿守护越王勾践剑，守护历史，守护中国剑魂。水井坊600年，每一杯都是活着的传承。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本节目由水井坊第1坊独家冠名播出。湖北省博物馆24万余件馆藏，方勤馆长推选的第2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待会儿到了之后，我要守护的国宝是哪个呀？国立老师没跟您说过吗？国立老师就告诉我肯定是国宝，查一下。湖北省博物馆国宝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最后一个这个镇馆之宝云县人头盖骨，这是让我去认祖归宗。说起来非常惭愧，作为一个湖北人，其实这是我第一次来湖北省博物馆。哎，小邵你好，我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馆长，欢迎你来到这里。您好，您好，馆长，我是要守护
你要守护的国宝不在这里啊。你有没有一种进了那个芝麻开门的那个，全是宝贝，真是。你要守护的国宝就在这里，就在这里面，在95号里面。什么？这是？这就是你要守护的国宝。哦，我知道了。我们原来在北大法律系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叫中国法律史，对，必须讲到它。叫云梦请柬，是在睡虎地。拿到一件文物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在跟古人对话。你此时此刻，你真的能够一下子穿越到2000多年前，和这个叫喜的官员，好像突然一下面对面了。这真的是一份太难得的缘分。我看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是这个跟刑法相关的内容。你比如说，它里面讲到非常细致的一些规定，撬锁，我们现在说的溜门撬锁，我们突然感觉现在回到了今日说法的感觉。在秦代，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们所抄写的这个法律当中，对溜门撬锁也有很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说，比如说撬锁，你是为什么而撬，有没有撬开，或者你正在撬的过程中被人抓住了，怎么算？所以通过研究这些法律，我们就能知道中国人的这种我们的道德观念、人和社会的关系，从古到今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今天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1000年竹简，见证华夏统一，国家宝藏，国宝守护人，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撒贝宁。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撒贝宁，我守护的国宝是云梦睡虎地请柬。在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考古学家在一座秦代的墓葬里发现了竹简。请注意，不是1枚2枚，不是只言片语。这一次发现的竹简，1155枚，震惊世界。这一座秦代墓葬的主人叫喜，他是秦国的一个基层官吏。每次一看到这些竹简，我就在脑补这样的画面：2000多年前。就在秦始皇即将完成他一统中国的大业的时候，在湖北云梦这个地方，有一个基层的官吏，每天晚上就着微弱的灯光，在筷子一样粗的竹简上，仔细的一笔一划地写下他当天的工作记录。这一写就是几十年，写了4万多字。其实，也许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处于一个大时代，那是中国第一次意义上的真正的统一。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勤勉，因为他的敬业，使得我们今天的人有幸能够感受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和帝国崛起。每次想到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我心生感慨，万般的敬佩。那么，究竟云梦睡虎地请柬是一件怎样的国宝？它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请允许我带领各位一起走进云梦睡虎地请柬的前世传奇。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前世传奇就发生在秦朝统一前夕。2000多年前的秦国安陆县，有一名叫喜的基层法官，不但熟记律令，更是隔3差5的就安排一个考核。这次他要考核的对象是安陆县的2个小吏，乐和怒。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喜大人好，哎，2位来了。今天我们考什么呀？这一年到头的，天天考你们，本官也疲乏，你们也累。今天我们换个花样玩玩。哦，咱们来玩个抢答怎么样？抢答？抢答题，谁答得快，答得对，没有奖励。谁要是答错，罚抄竹简20枚。我的天哪！抢答，这是我们第一次玩，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我的题目，然后迅速作答。请听第1题：官员出差到什么地方领自己的口粮啊？去哪儿出差去哪儿领？好，答错啊，抄20枚。何错之有啊？情律怎么规定的呀？啊，当官能这么随便吗？情律规定，当官的出差必须自备口粮，不可多拿属下县乡的1菜1汤。请听第2题：如果官员调任，能否带着属下一同前往啊？可以。太好了，再抄20枚。错，这也不可。当然不可。你们可曾想想为什么这么规定？为什么？就是为了防止结党营私、贪污腐败。哎呀，你们刚才各答错1题，罚抄20枚。本官念在你们平时也算兢兢业业，给你们一个翻盘的机会，如何？再来一轮，我们来玩情景再现，如何？情景再现？怒啊！你来答题啊！你观看以下情景，然后找出当中违法的地方。乐，对，跟本官搭个戏。当年本官之所以能够通过官吏考核，跟我英俊的相貌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夫君，娘子，来，借一步说话。咋了呀？你老毛病又犯了？没有啊，没有。刚才村口过个小媳妇儿，你怎么了？哎呀，那个口水流的呀，把俺们家的地板都洗干净了呀！不敢，你还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呀你啊！哎呀，你干啥呀你？啊！大人，家庭暴力你看见了吗？大人，请看我的耳朵，被我的夫君揪裂了。大人，将我的夫君抓起来，判死刑。这个夫妻间的事儿我管不了。什么？你再说一遍。夫妻间的事儿我管不了。你当真不管？不管。好，你不管，我管。啊？拿上啊！罚抄。这确实归我们管。那你刚才摇啥头呢？我说不该判死刑，应该剃光他的胡须和鬓角。对嘛，掌握法律非常不准确。但是，本官今天心情大好，而且我又是个仁义之人，再给你一个翻盘的机会。再来1题。接下来继续观看情景。请注意。你可是乐，正是在下。可乐，找你好久了，吃老夫一剑。哎呀，哎呀，哎呀，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哎，
停，两个错误。第一，大街上斗殴有罪；第二呢，且大人砍掉了乐的发髻，应该罚你去修长城。是谁让你喊停的？啊，答对了啊！哎耶！刑法掌握非常准确，终于翻身了！再拿50枚。不是啊？为什么呀？刚才你在现场吗？在。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他呼救啊？听见了。听见了。100步之内见死不救，重罚。不是，哎呀，喜大人，你这坑挖的也太深了。再说了，这法律是死的，可人是活的吧？像您这样，把几千条法律条文全都背下来，能有什么用啊？能富国强兵吗？咱们大秦能统一天下吗？两位，我常听有人这样问我：尔等区区官吏，既不重用兵权，又不坐拥天下，辛辛苦苦，为什么？别忘了，各国战乱，生灵涂炭。一个帝国的崛起，正是为了让天下苍生得以休养生息。而崛起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些区区官吏呀。一枚竹简或许容易折断，但是当它们串在一起，就能聚集起强大的能量。废井田，种农桑，讲军功，设郡县，统一度量。本官我抄下的这100条律令，其实是因为我看见了他们正在改变秦国，正在改变天下苍生的命运。放心吧，我们终有一死，而这些竹简也必将会腐朽。但是这些律令背后的精神，一定会延绵后世1000年。云梦睡虎的请柬是1975年在湖北云木出土的。这批简出土之后，当时毛主席还在世，他们马上有指示就是把这个云梦睡虎的请柬跟它印成大字本。当时他的视力不是太好，那么说明这个云梦睡虎的请柬在当时的一种反响和一种影响。云梦睡虎地的请柬，它除了具有历史文献价值以外，也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那么它是文字从篆书到隶书过渡阶段的一种书体，我们叫秦隶。对中国文字演变的研究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它是一个文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书法的墨迹。云梦请柬体量之大，我想这个从弘扬中国的这一种文化，包括刚才讲的这一方面的书法文书，它应该称得上是秦代的百科全书。这批竹简出土之前呢，我们对秦国律法的了解应该说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知道秦国它在商鞅变化之后以法治国，对于它后来的这个崛起，对于它后来的统一全国应该是至关重要。但是它的这些律令是吧，它是怎么推行的，怎么执行的，这个我们一无所知。云梦睡虎的请柬出土之后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演得好，谢谢国立老师，演得真棒，谢谢国立老师。你一定是主持人里演戏演得最好的，一个被主持人耽误了的演员。我也是被演戏给耽误了的主持人。要不咱俩换换？对，小撒，咱们不开玩笑，说一说你以喜的身份来守护云梦请柬，来讲述他前世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我觉得可能人的一生当中很难碰到这样的幸运，
你能和一件国宝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了解他的前世，讲述他的今生，谁才能拥有这样的一份荣幸？但后来我一想，这当中还真有很多巧合的地方。首先，第一，我是湖北人，是我老家武汉，对，离这个云梦不远，而且我是学法律的。自从看完这个秦简的这个文物之后，好几天我都在做梦，就梦到自己回到大学法律课堂。当年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多么热爱自己工作的官员，说死后他的墓葬里没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全是竹简，他得多爱法律。我对喜这个人，我最大的感悟是，其实他只是一个基层官吏，他特别巧合的刚好跨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大业完成的前后那几十年里，每天就抄写着他那些秦代的法律规定，他的工作内容，一辈子几十年。就我觉得一个在这样去用心对待自己的工作的人，他是那个大时代的一个最鲜活的，但是又是最小的注脚。说得特别好。你说这个让我想到一个道理，就是说当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临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小人物都在兢兢业业地做好着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所承载的工作做到最好的时候，这个时代一定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喜的这个工作的精神，说实话放在今天也是我们值得尊重的。对，讲完了前世的传奇，那今生的故事如何继续？今生的故事我再怎么讲述也是外行。今天我请来了一位真是应该站在这儿好好给大家讲讲这件国宝今生故事的人。好吧，我们就有请国宝守护人撒贝宁开启云梦秦简今生的故事。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讲述人，他是我北大的大师兄。正是因为他的双手，才让云梦睡虎地秦简在上个世纪70年代能够得以重见天日，举世震惊。他的这一生的考古发掘，甚至可以用传奇2字来形容。而我个人也觉得，在国家宝藏27组国宝的今生讲述人当中，这位讲述人可以说独一无二。他的一生不断地与奇迹相遇，这双眼见证过越王勾践剑出鞘时的锋芒，2000年一遇绝无仅有。这只手温柔地拂去了云梦秦简的尘埃，澄清了历史，将真相揭开。他的双脚一步一步走过许多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他的身影伏案桌前，在一个又一个夏秋冬春不曾停歇。78年的漫漫人生，他与湖北考古事业紧紧相连。请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20世纪知名考古学家陈振玉。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请出云梦睡虎地秦简今生讲述人陈振玉教授，有请。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您好，大师兄。陈老，哟，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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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您没有上台之前，小撒说您是他的师兄啊，我能不能冒昧问您今年贵庚？今年78岁。一个将近80岁的老者，让我一看，精神矍铄，这不说，一看就是特别有魅力、特别有风度的一个老者，是不是？北大人都这样，都这样。您呢？除了这个云梦秦简是您给我们挖出来的，您让我们知道了
秦朝那个时候有这么丰富的律法，还有一件，你看他比了半天了，越王勾践剑，也是您挖出来的。这2件国宝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知道，应该是领导支持、同事协力，还有各方的支持，一起把国宝奉献给大家。那是您1975年发掘的。对对对对。越王勾践剑是1965年。对。10年之后，对，您发现了云梦睡虎地秦简。对，而且都是12月份。好，都是12月份。您是怎么发掘出来的？对，它是农民修水利，都是发现小墓。这个墓葬的话，很奇怪。所有全国发现的这个汉简跟楚简，跟其他时间的简，都在官司的头乡或者边乡。但是他是在关内发现的。哦，他真把它当宝贝搁在身边。对，有点不同。而且把各种不同的书有的放在枕头底下，还有左侧、腹部跟脚部，那就是编年记，写的自己的生平。总共是8组，一件一件的放进去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图，我就觉得特别震撼。就按道理来说，竹子它又不是像青铜器什么的，它好保存。你说2000多年了，它怎么保持得这么完好？中国有个谚语叫做“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半年”。睡虎地这块地方水位比较高，墓坑里面常年积水。它实际上泡在水里以后，它相当于隔绝了空气。对，反而它不容易氧化。但是竹子，它被水泡了这么多年，它也会还保存完好吗？那绳子全断了。绳子断了。当时陈老他们发掘出来的时候，1155枚，基本上全是散的状态。我考国立老师，你要是它串在一块儿，我们知道它这前后顺序；它全散了，这个拿出来，最后是怎么给解读出来的？这个我要有这能耐，我不就站在这儿了吗？我还跟你在这说这个吗？过去咱们一般的清理竹简都是从上面一根竹简，那就编了一个号。我当时清这个简的时候，我就考虑到放得很有规律，不是那么随便撒的。这个竹简应该是成简放进去的，对不对？圆起来。那么怎么恢复原状呢？我就是采取像这竹简，这是竹简捆起来。那么如果这是头吧，它是这样转这样转。对，就根据这边先编号，这么编。编完号以后，聪明了。那么你还是从上面起，就要有个关键的问题要注意，这个图号是几号？要把它记下来。比方这一枚是15号。起这边简的话，就给他一个15号。起这一枚是14号，14号给他14号，到这来就是1号。所以正是因为陈老当时找到的这样一种编号的方法，才使得这1000多枚竹简最终能够更加顺利地被考古学家解读。否则的话，光是找顺序，可能就得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样一个方法也为后面的考古学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古代文献的编号的一种方法。所以说您是一个传奇呢。小撒，我接下来问题要问你，作为国宝的守护人，你理解云梦秦简到底最大价值是什么？请回答。今天您要问到它对我们生活和工作的价值，我再请3位嘉宾，我想他们一定能给您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你今儿带着一个团队来，对，我们的国宝亲友团，掌声有请，来自武汉公安局的最美的青年汉警们。哇，小撒，你就又让我不理解了。咱们讲这个云梦秦简，对，您请上3位警察来，它有什么关系？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墓主人喜，他是秦代的一个基层的官员，负责的就是法律执行和法律的解释。是，所以今天各位看到的是3喜，今天的3位
在基层工作的民警，他们的工作内容还真跟喜当年的竹简记载的东西千丝万缕的关系。谁先跟国立老师说说？那我先来说吧，国立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劳动界派出所的一名社区民警。那么这个《云梦请柬》里所记载的呢，有关户籍制度、人口管理以及法律宣传等方面的内容，现在就是我的工作。哦，《云梦请柬》当中有大部分是记载的当时的秦代的这个户籍管理方面的内容。对呀，怎么管理社区，怎么把人口进行控制，甚至包括每个人他的工作、纳税、服役的情况，全都清清楚楚记载。对。那你对你的社区了解吗？我所管辖的社区呢是国信院社区，它地处武汉市江岸区解放公园路，一共呢是有3356个实有人口，1302个家庭户，2个居民小区呢共有58个单元，其中包括7户9人的困难户以及21位独居老人。确实，我们刚才在《云梦请柬》中看喜也有这样的记载，有这样的记载，这让我惊呆了，真的是。你说2000多年以前，这个秦就有这么先进的意识和严谨的规章制度。对，然后中间这个小伙子，你也说说。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公安局的刑侦民警，我叫董盼。那么我所从事的工作呢，是对刑事犯罪现场进行现场勘查。请柬里面呢，其实我们都有了解。因为我们在读警校的时候啊，在很多现场勘查的书里面都提到了请柬。对，请柬里面的封诊室里面有一篇关于穴道的案例。这个案子呢，当时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对现场勘查有详细和全面记录的文献。这个案子中呢，对这个足迹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对前脚掌的花纹密度、长度、宽度，以及后脚掌以及整个脚长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记载。就是因为从秦朝甚至先秦时候，我们国家古人就已经开始把足迹学运用到了断案当中来，把足迹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证据来侦破案件。所以我们国家的足迹学就是世界领先，这也是我们现在对请柬文化以及对古人智慧的传承和延续。厉害吧，国立老师？那我们还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警察姑娘。大家好，我是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韩旭，我是一名法医。法医，在请柬当中，同样是跟刚才董盼说的这个封诊室里，也有一些关于法医现场勘查的内容。我觉得宋慈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吧？他所编写的《洗冤集录》应该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是《云梦请柬》中的这个封诊室，它是比宋慈的《洗冤集录》还要早1000多年。《云梦请柬》中当时就有很多对于缢死、他杀、活体以及首级的检验，最重要的是，它这其中有很多对死亡的判断和鉴定点，我们现在依然在用。其实还不仅如此，在请柬当中，还记录了很多在今天我们看来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法律和道德的理念。你比如说，最早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请柬里也有，必须明码标价。最早的规定必须见义勇为的内容，请柬里也有。然后包括像这个审犯人不能严刑拷打，必须以德服人等等，这些内容2000多年前就确定了。如果让您来讲述请柬当中给您印象最深的对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意义和借鉴，保护自然环境环保。你说《云梦请柬》里有环保啊？对啊，垃圾分类、电池回收，这些为什么没有？我们自个儿坐在这儿，咱们都想一想，2000多年前，我们想找一块污染的地方都难吧？对，他怎么会有环保意识呢？这个请柬的田例明确的记载。春2月不准捕鸟，不准抓野兽，也不准砍树。到夏天7月份以后才开放，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现在在建设现代的生态文明是很有启示的。说得太好了，真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了。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有了这么先进的意识和严谨的制度了。坐在这里看这个节目，是不是对我们的祖先更加敬畏了？
云梦秦简呢，对我们现在的公安工作也提供了很多指导性的意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3位代表所有的公安战线的战友们向您致敬。谢谢。其实今天来的3位是代表，在他们身后也不光是武汉，我相信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像你们一样的年轻人，内心坚守着公平、正义，维护着这个社会的稳定和平安。所以在这里给今天的当代的这些年轻的喜们鼓鼓掌。我们要感谢陈教授，感谢武汉市英姿飒爽的青年警察们，你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人生中，以不同的形式和方式延续着云梦秦简的生活轨迹和生命轨迹，让国宝和国宝蕴含的人文价值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你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守护人。接下来，我们要向你们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并请你们宣读守护誓言。我是撒贝宁，我是陈子毅，我们是青年汉警，我们志愿守护云梦睡虎地秦简，守护历史，守护律法初心。水井坊600年，每一杯都是活着的传承。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本节目由水井坊第一房独家冠名播出。湖北省博物馆24万余件馆藏，方琴馆长为我们推选的第3件国宝是什么呢？它的守护人又是谁呢？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印记。我喜欢透过它们去触摸历史的厚度、温度。曾侯乙编钟，我仰慕已久，但却从未亲眼见过。这些古老的音符中，到底还藏有多少秘密？主人是谁？背后是怎样的国家？除了奏乐，还有什么作用？我要去寻找答案。总根老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我们的镇馆之宝曾侯乙编钟。班长，不好意思，我斗胆问一句，这是原件吗？是原件，这是墓里出土的原件。真是难以置信，都过去2400多年了，至今还保存得如此完好。再有，我想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是很高啊，怎么能做出如此精美而且体力又如此之大的乐器呢？真是不可思议。这就是我们先民的智慧。那么这套编钟是我们目前所出土的保存最完好、铸造最精美的一套编钟。今天我们还为您准备了一个特别的惊喜您是编钟的守护人，为了让您更全面的了解编钟，我们特许您进入玻璃展厅，让您零距离的去观察编钟。老王这下有礼啦！我非常的紧张，我生怕发出什么太大的声音吧，包括脚步声，一旦太重了，引起地面的震动。像这样的文物，哪怕掉一个渣儿，那都是暴殄天物。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觉得没有必要说什么，所以我觉得任何语言在他的面前都显得贫乏。你站在那里，就跟2400多年前的那些人来进行对话，跟曾侯乙在对话，
那是什么感觉啊？就时空的交汇。我想这大概就是文物的魅力吧。守护曾侯乙编钟的光荣使命呢，就交给了你们。千古编钟，让世界聆听中国。国家宝藏，我来了。有请国宝守护人王刚。大家好，我是国宝守护人王刚，我要守护的国宝是曾侯乙编钟。1978年，考古工作人员打开曾侯乙墓室的第一块盖板之后，映入眼帘的不是墓室，而是一大片浑水。就在这时，一只颜色红艳、造型优美的无头小木鸭，扑通一声浮出了水面。而它腹部的那幅漆画，画中乐人们正在敲击着乐器，就是我们今天要守护的国宝曾侯乙编钟。考古人员用墓葬的长棍，按照图示样子再次敲击，沉睡1000年后的曾侯乙编钟，终于发出了震惊世界的第一声。我是王刚，接下来请跟我一起走进曾侯乙编钟的前世传奇。战国初期，楚惠王野心勃勃，接连吞并数个周边小国，唯留北面的曾国独存。曾国国君曾侯乙出身正统，精通礼乐，善于外交，颇有声望。对于曾国，楚国是以怀柔之策加以利用，还是一举吞并拓土北上？楚惠王一时难以定夺，决定以向曾侯讨教编钟为由，一探究竟。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本王让你送去曾国的青铜，你确定他都造钟了？当真如此，未铸一刀一剑全都用到编钟上了，可见曾侯是真心臣服了。未见得。曾侯乙智谋颇深，恐这只是缓兵之计。本王要亲自试探他一番。走。报，楚皇驾到！曾侯又在抚琴呢。哦，哎呀，寡人不知楚王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海涵。这奏的是什么曲子？寡人只是调音而已。啊，本王知道你在调音。我问的这是什么乐器？小心一点，楚王。这是为编钟定音的云钟木。楚王突然造访，所谓何事？本王亲自来给你送钟啊！这是为何呀？曾楚两国订立盟约，世代交好，
这好端端的，为何要给寡人送终啊？曾侯多虑了，此钟非彼钟。来人，这可是我楚国技艺最精湛的工匠用500斤上等的青铜打造而成。曾国曾救过我先王，所以特将这天下第一钟赠予你曾侯。谢楚王馈赠。哎呀，楚钟果然气派，不足挂齿。同况我楚国有的是，像这样的钟，本王一口气造了7749颗，都是这么一模一样大的。大小一样，岂不是音也一样？请教楚王，那该如何演奏啊？这还用问？一个一个的奏啊！一个一个的奏，寡人真是孤陋寡闻了。而我曾国的编钟，多是这样的。楚王请看。停！此钟声音不对。没什么不对，挺好听的。我是说它的音不准，请楚王稍等片刻，调试一下。哎呀，曾侯何必费此周折呢？不就是一颗破钟吗？坏了你就把它扔掉。难道是本王送你的青铜不够用吗？够用，当然够用。哼，铸钟肯定够用了，多余的怕是拿去造剑了吧？寡人的军备足以为我疆土，何须再去造剑？我曾国疆域虽小，却都是天子分封，守护好这名正言顺的封地足矣。其他的不义之徒，寡人不敢僭越。曾侯啊，本王敬重你是正统的周王室后裔，此番前来，就是向你虚心请教音乐的。哎呦，楚王客气了。那既然如此，楚王可愿一试寡人新铸的全套编钟？好啊，走。没想到啊，这曾侯敲的钟体积虽小，音却挺高。我和大夫2个人的钟声都不及曾侯轻轻这么一敲。是啊，大王，此钟虽小，可它挂的位置最高。它一发声，下面的大钟都甘拜下风啊。曾侯乃是正统的周王室后裔，若是振臂一呼，想必就如同这小钟统领大钟一般，百方响应，恐怕是10个楚国也不齐呀。若说统领的，寡人倒真有一事，颇有自信，能统领各路诸侯。请2位合上双眼。怎么，楚王难道还信不过寡人吗？大王，可以一试。楚王，您听出来这一声中有几个乐音呢？好似2个，一钟双音。正是，这全套编钟都是一钟双音，寡人做到了，算得上是统领诸侯了吧？哎呀，这曾侯的编钟若居4席，
就没人敢称第一了。哟，楚王过奖，两音一正一侧共存于一中之上，互不干扰，和谐共存。中尚能如此，国与国又何尝不可呢？正如曾楚两国，纵使天下杀伐不断，相信我们仍能各取所长，和谐共处。一颗钟的声音如此动听，若这60多枚编钟齐奏，那定是磅礴的盛世乐章。是啊，本王今日是受教颇多呀。哪里，寡人倒是要感谢楚王馈赠青铜。楚王，寡人把这把定音的云中木回赠于您。愿它能助您调出和谐有序之音。公元前433年，楚惠王接到曾侯乙的讣告后，特为其赶出一口高约1里、重约300斤的帛钟，赠予曾侯乙永世享用。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全国出土的编钟啊很多，但是呢，这是规模最宏大的一套，它的铸造非常精美，保持呢也是非常完好，它的音乐性能啊非常完美。我们现在就是它用它演奏古今中外的乐曲，这都是可以的。编钟上面有很多的这个铭文，是当时关于音乐文化的一个备忘录。从我们开始初中学习这个历史的时候，讲古代的礼乐文化，古代出土的青铜器。曾侯乙墓编钟是必不可少的，永远绕不过去的。而且它，在现存的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物当中，曾侯乙墓的编钟的规模、它的工艺、它的里面蕴含的一些历史价值、学术价值，都是首屈一指、名列前茅的。音乐是无国界的，作为音乐类文物的这个代表性器物啊，这个曾侯乙编钟啊，以演奏起来啊，铿锵有力，绵绵不绝。我觉得这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种具体的践行，于当今啊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曾侯乙编钟是非常完善的一套编钟，它保留了周朝的这个礼乐制度。当年的孔老夫子就说礼崩乐坏，他看到了那个颓势。但是呢，我们今天还仍然可以看到曾侯乙的编钟，为我们还原礼乐中国，还有它这个乐器奏响的是一个和谐的乐章，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们俩一起站在这个台上，我觉得不用我介绍了吧？收藏界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你这回亲临编钟跟前，看到这件原物的时候，你的心里给他排在第几位？这还用问吗？当然 No.1， 第一呀！你听听这掌声啊！我不知道刚才大家看没看一个细节，王刚老师看到编钟的时候啊，他拿手啊捂着鼻子，他这是对这个文物的一个敬畏，他怕自己那个呼吸的气啊呼到那个编钟上。那倒是，因为收藏文物讲究温度啊、湿度啊，而且你刚才说闻，我真想闻呐！你知道啊，那是2400年的土香啊，那种味道特别的美啊！哎呀，真的实话呀！我也去过湖北省博物馆，也看过这个编钟，真的是像刚才何大人那个举动一样，让我对古代的这些工匠的这种精神深深的敬畏，真的。而且我还去参加过复制工厂编钟的这个铸造，我还去磨过那个声音。你刚才说你还到那复制工厂去干过活，亲手磨过编钟，是敲过编钟，是。我有点不大信。那现在你来给我说说啊，这编钟总重量是多少？这编钟分几类？啊，有多少个音儿？哎呀，一中双音，
分别叫什么？它吧，总重量好像是2567公斤，好像啊，我大致记得是这样的。上层呢叫钮钟，中下层叫甬钟，还有正中间叫伯钟。全套编钟12个半音齐全，正面敲出来的叫正鼓音，侧面敲出来的就这个叫侧鼓音。王老师，回答完毕。好，好，台词儿背得不错。我还不信就考不倒你了。这样啊，一会儿我请一位高人上来。干嘛？帮皇上来压我呀？皇上啊，皇上他懂这个吗？还甭说假皇上，就真乾隆来了，都不如这位先生说得清道得明。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王刚为我们开启曾侯乙编钟的今生故事。编钟是国宝，不能轻易演奏。出土至今，曾侯乙编钟只奏响过3次。第一次是在编钟出土后3个月，恰逢建军节，曾侯乙编钟第一次向世人发出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编钟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第2次奏响。各国驻华使节都为之倾倒。1997年香港回归，编钟第3次被敲响。那是怎样一个壮美的场面？又是谁让编钟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声音？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了庆祝这一盛事，沉睡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也发出了历史性的声音。而敲响编钟第1声的人，就是谭军。他为古老的编钟设计出了新时代的钟锤。他用一把竹刷唤醒了编钟的响气之魂。一首交响曲1997天地人，将泱泱大国的气度传向了世界。有请曾侯乙编钟的今生故事讲述人谭军。王刚老师好，国立老师好。您好，您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音乐学院的谭军，很高兴也很荣幸，受王刚老师的邀请，来为大家一起讲述曾侯乙编钟的今生故事。其实编钟它是这么大，研究门类是这么的多，为什么谭老师会专心的去研究这样一个叫击锤呢？编钟的出土是从水里面出来的，那么当时的这个场景，应该说很壮观，像里面同时出土了好多乐器，一共是125件，其中有好多就是木质的和竹制的这些乐器，因为在水里面泡了2400多年。都已经像面条一样，都是软的哦，所以当时的编钟击锤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后来复制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钉子式的，就是这一类锤。那么这一种呢，是根据古画上面的演奏的这个来进行复制。在演奏过程当中，如果是说要把这个编钟演奏得更加美妙，声音更加宏大，编钟你再不可以把它进行改造。所以在打击器具上，我们在动脑筋。所以说，绝不能小瞧
这柄击锤。对啊，它是传承又发挥了，让它更好了。它是我们在传统的这样一个击锤的基础上，大概研制了有30-40种。这种哦，用尼龙王这种材质是吗？嗯，怎么还竹签子都使上了呢？对了，这竹签子啊，这个就是在谭盾的1997上面使用过，就是香港那个回归盛典上，因为当时啊，谭盾这个1997，他是在97年的元月份，到了武汉音乐学院，去在我们的编钟上面去试制他的这个从日本花了很多钱买的一大包的这样一个西洋打击乐锤，准备在那个编钟上演奏。他是信心满满去的，他用的那个马林巴的锤打也能够打得响，但是用不到1分钟，马林巴的锤是用毛线缠的，全部都打飞掉。最着急的是他中间有一大段，他想用这个刷子，结果刷不响。怎么是刷子去敲、去刷一个编钟？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它中间有一大段，就是用我们这个茉莉花，对，他就想很希望，就是用一种持续性的这种声音，因为编钟它是一个敲击乐器，对，点状的，就是很难都把这种歌唱式的东西能够演奏出来，所以他当时就想到用刷子，因为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在动脑筋。古人他是以8种自然材质开始的，所发出来的声音也想的是天人合一。自然合一，人景合一，这才是天籁之声。所以最后灵机一来，我们就在我家里面，我当时家里面刚好有一个刷碗的刷子，我就把它拿到编钟上一试，声音棒极了，竹之声。还有没介绍完的没有？哎，这个是真正是在香港回归上面演奏过的锤子。哦，就这个啊？这个20多年了。别再来一个人，别都你爸这儿，咱们都。这个是用橡胶王式的。这个谭老师，我们别光说这些东西，咱们能不能到那儿比划比划去？这个竹刷，我们在编钟上面的声音，想听听不？太想听了，我一直有点不理解。谢谢啊。好，比方说单击，这是用单击的，还有可以滑奏。啊，这是一种，还有中间的，我喜欢这个声儿，东方红，咱3个来一段。东方红啊，我的手给你一下，你就敲这个钟一下，好吧？来，走，预备，起，噔，很好，这个 ，OK， 成功。太有意思了，那您说这叫击锤，这是不是您最骄傲的一种创造？其实呢，除了研制钟锤之外呢，谭先生还做了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他是迄今为止全国高校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设编钟古乐演奏的老师，还创办了一个青年编钟乐团。青年编钟乐团，你能想象吗？不得了，不得了！敲编钟的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老头子，人全是90后乃至00后，在他们手中已经有2000多岁的编钟焕发出了不一样的青春朝气。要不要看看？要，太想看了，要不要？大家常说编钟很古老。但是我们想要重新定义编钟，编钟可以很吵，编钟也可以很美。编钟同时也可以很酷。我
叫包新瑞，我叫张同欣，我叫朱廷杰，1996年出生。我比身后的编钟小2400多岁，就像佛跳墙一样，编钟就好像浓汤八音，像在佛跳墙里的所有食材。我觉得编钟很像刀削面，就像中国的熊猫，就像父亲的怀抱一样温暖宽广。请大家不要害怕，编钟不会咬人，它其实好听到爆炸。好棒，好听吗？我想问你，第一次见到编钟的时候，你什么感觉？第一印象就是哇，好大呀，特别的震撼。然后敲响它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那种声音是特别有灵性，就可以贯穿到你的心里，就是让你浑身都发麻的那种感觉。你呢？我其实是古筝专业的，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编钟其实真的是活的。虽然看到的是就像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但是当我们真正把它敲响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完全存在于传说当中的非常浑然天成的声音。说的真好。如果您觉得这样一套仿制品的编钟都觉得很震撼的话，我要告诉你，它实际比真的编钟缩小了1/3。你想真的？那是什么感觉？难怪他们当时都感觉有震撼。女孩子这样的感受，我不知道男孩子怎么样。你们在外国演奏的时候，感受到外国人他们是什么一种反馈？我们看到底下的那个国外观众啊，他们首先是目瞪口呆的，很震惊的样子，然后他们就是纷纷的上台来与编钟合影。他们很难想象到，在中国2400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神器。他们说是神器来形容，在那个时候我就是充分的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音乐给我们所带来的自信和骄傲。讲得好，说得好。我们是诠释了编钟的声音，但同时真的我们在演奏编钟的时候，编钟也升华了我们。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演奏编钟，既是我们的一种荣誉，也是我们的一种骄傲吧。我们常说，我们要文化自信。我们要增加我们这种民族的自豪感。看到了吗？听到了吗？这就是文化自信，这就是文化软实力。那我想问谭老师，就您现在讲这门功课，有多少学生来听？有多少人来跟您学呢？我们是从2000年开的这门课，大概只有15个还是16个。2002年开设这门课的时候，就达到50多个。涨了1倍都多。对，到了14年，已经达到了170多个。我们经常跟我们的学生讲，乐有8音，金石丝竹刨土革木；人有8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么我们今天开设编钟这个课程，除了增强我们民族自信以外，主要是对我们的德育的培养，让大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了解到我们编钟的历史，来增强我们真正民族自信。哎呀，您坚持这样的事业真是功德无量啊！谢谢孩子们，你们投身的这门艺术呢，是我们民族文化血脉中灿烂的一笔，就指着你们代代传扬了。看到你们乙就放心了，谢谢你们。
们要为你们颁发守护人印信，并请你们宣读誓言。我是王刚，我是谭军，我们是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我们志愿守护曾侯乙编钟，守护历史，守护华夏正音。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故事都已经全部讲完了，我们终于可以请湖北博物馆馆长来告诉大家，他挑选这3件国宝的初心。湖北省博物馆的3件文物，它们承载的精神仍然归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越王勾践剑是古代君子剑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曾侯乙编钟历经2000多年，其代表的周代礼乐制度也一直影响至今。云门睡虎的秦简中记载的秦人律令，具有古代中国高度的器乐精神，成为那个时代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基石。这3件文物从个人、社会、国家3个层面，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人对秦艺法的独特理解。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13亿人的每一份子都应该成为传播中华美德、中华文化的主体。谢谢馆长。3件甄选的顶级国宝，每一件都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密码。谁才能最终入主国家宝藏特展？每一位华夏子孙都有发言权。此时此刻，所有观众都可以走进9大博物馆，通过 CCTV 国家宝藏的官方微博、微信平台，投出您至关重要的一票。让我们一起守护国宝，守护历史。我们下一座博物馆再见。